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你们家怎么还在用电热壶烧水啊？被隔壁刘大姐一问，张大妈感觉莫名其妙。我们家一直都在用电热水的呀，用的挺好的，怎么啦？刘大姐严肃地说，你还不知道呢，电热壶里面有锰，是一种重金属，烧水之后这个东西就会跑到水里，喝了容易中毒，还可能会致癌呢。这一下把张大妈吓得不轻。刘大姐还在继续说，而且壶里的水还会一直反复的烧开，反复烧开的水喝了也不好啊。没想到居然是这样啊，我也不懂，喝了10几年了，好在身体还没出什么问题。等老伴回来之后，张大妈把这个事情说了一遍，没想到老伴觉得刘大姐是瞎说的，还差点和张大妈争吵起来。那么电热水壶烧的水到底安全吗？一、长期喝电热水壶烧的水会致癌吗？网上说长期喝电热水壶烧的水对身体有害，主要是担心在用电热水壶烧水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重金属析出，从而容易引起重金属中毒。那么这是真的吗？我们都知道电热水壶一般都是采用不锈钢材质作为材料，而目前市面上的电热水壶材质主要是高锰钢和304不锈钢，其中201和202不锈钢均属于高锰钢。而热水壶烧水对于人体危害其实主要是与它的金属材料有关，就是电热水壶中的锰元素。一般来说，因为201和202不锈钢均属于高锰钢，含有的锰元素比较多，其中201不锈钢锰元素含量接近 7.5%， 202不锈钢的锰元素含量接近 10%， 是属于锰元素含量比较高的材质。如果使用这2种材料制成的电热水壶，那么其中是锰元素在酸性的环境下就容易析出，那么人体长期喝这种电热水壶烧的水，就容易造成锰元素积聚中毒。所以使用201不锈钢或者是202不锈钢制作的电热水壶是不合格的。但是有些小作坊为了降低制作的成本，往往会选择这2种材质的不锈钢制作电热水壶，那么长期喝饮这些不合格的电热水壶烧出来的水，就有可能会出现锰元素中毒的可能。锰元素摄入过多会给人体大脑中枢神经系统带来的伤害和刺激。经常使用这种低廉的热水壶会导致大量的重金属进入水中，这些重金属会随着水分的进入体内，时间久了就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毕竟肾脏是过滤尿液的主要器官，即使短时间内不会诱发，久而久之肾脏也会受到损伤和创伤，出现肾脏方面的相关疾病。所以为了自身的身体健康，这种便宜的电热水壶一定要趁早的扔掉。而304不锈钢属于一种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它也含有锰元素，但是它的含量非常少，其含量不足 2%， 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对人体的危害性几乎一无。据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介绍，在我们的结缔组织、凝血因子、性激素等都含有锰元素，锰同时也是参与人体的脂肪代谢、钙吸收、脑活动与神经功能等。若锰不足，也很可能会影响人体的神经发育。目前美国对于成年人的充足量是2到3毫克每天，中国则是 3.5 毫克每天。而在最大摄入量，中美的制定标准都在每天10毫克左右。而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抽样调查检测所得，市场上合格的电热水壶，其平均的锰迁移量为每千克食物 0.05 毫克到 0.76 毫克，还远远的达不到人体吸收的上限。所以即使是长期使用304不锈钢制作的电热水壶来烧水，并不会引起锰金属中毒，我们可以放心饮用。因此长期的喝电热水壶烧的水是否对身体产生危害，主要是看你使用的什么材质制作的电热水壶烧水。
如果是使用201不锈钢或者是202不锈钢制作的电热水壶来烧水，长期饮用的话是有可能会出现锰金属中毒。而使用304不锈钢制作的电热水壶来烧水，即使是长期饮用，也不用担心会出现锰金属的中毒。2. 电热水壶反复烧的水致癌风险高。网络有传言称，反复烧开的水会增加亚硝酸盐的浓度，经常喝这样的水对身体有可能会致癌。水中为何会有亚硝酸盐？主要是水中原有的硝酸盐转化而来。合格的饮用水硝酸盐非常少，不过被含氮的有机物污染的水，硝酸盐含量会增加。反复煮沸的水会有多少亚硝酸盐？央视财经记者就称，千滚水所含的亚硝酸盐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测试。研究人员将装了自来水的烧杯在炉中加热，等水烧开后，先分出约1/3的量，剩余的水晾凉后再继续加热，依次类推，一个取了3次样本，结果发现3种样品的样本都含有亚硝酸盐。反复烧开最多次的样本，亚硝酸盐含量最高，达到0.112毫克每升。反复加热的过程，水会被热气蒸发浓缩，水中含有亚硝酸盐的浓度也会随之增加，但所含的总量并不会增加。另一种可能则是硝酸盐会受热分解成亚硝酸盐。反复烧开的水中亚硝酸盐浓度增加，是否会意味着致癌风险提高？其实，人体亚硝酸盐的中毒量或死亡量需要一次使用0.2克至0.5克，而根据实验的数据，即使人体需要一次性喝下1.8吨千滚水才能够致癌。因此，反复烧开的水致癌风险更高，说法有些夸张，并不准确。3. 电热水壶底结了水垢，还能喝吗？长期使用电热水壶后，会发现在容器内会结下一层白色的水垢，这样的水还能喝吗？可以的，这样的水只是口感上没有蒸馏水或者是纯净水好。水垢来自于自来水中溶解的钙、镁等的矿物质，随着热量蒸发，矿物质浓度升高，当超出水的溶解量，就会沉淀形成水垢。如果水中溶解的矿物质比较多，那么生成的水垢也会比较多。但即使是水垢，人体摄入后也会被胃酸分解成原本的钙、镁等离子，不容易消化的部分，则会被身体排出体外，不会沉积到胃肠道、血管中。所以，通过人体的代谢是完全可以将水垢中不利吸收的物质代谢出去。而且就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喝了水垢的水发生结石或者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更高。4. 使用电热水壶建议试电。市面上电热水壶品牌多，功能各异，材质有稍微区别，价格也有所差异。那么想要购买性价比高的热水壶，应该怎么挑选呢？1. 购买时注意查看产品的包装、壶身、内壁上是否印有机型标准的执行标准 GB4806.9。如果不放心，可以选择不锈钢304字样。2. 最好选择有壶嘴保护装置的电热水壶，以免烫伤小孩。3. 在加水量不要超过最高的注水线，以免溢出或烫伤。4. 不要在电热水壶里面煮鸡蛋、茶叶等的食物，以免食物堵塞，影响某些热水壶的限温器，而无法停止加热。总的来说，喝水的问题关系到一个人的健康。要想喝水喝得健康，不仅要选择合格的电热水壶，而且水质方面也要注意。在喝水时，还是要注意不要喝过烫的水，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